7月12日，新加坡环线正式闭环。很多人先注意到的不是新线路本身，而是站内指示突然换了。原本大家一直在讨论的顺时针、逆时针 LTA 现在明显淡化，改成更直接的目的地导向。这个变化看起来很小，但它影响的不是美观，而是你早上会不会走错站台，会不会多坐一圈，会不会在换乘时多花几分钟。尤其是环线一旦变成完整圆环，过去那套看终点站的习惯就不够用了。今天这期我们就把这套新逻辑讲清楚，你看懂之后，通勤判断会快很多。更关键的是，这次改法背后其实也能看出新加坡公共交通在怎么处理公众反馈。先看背景，环线这次闭环补上的就是港湾到滨海湾之间最后一段，也就是大家常说的 Circle Line Stage 6。整条线连起来之后，33个车站会形成一个真正完整的圆。对城市交通来说，这是大升级；对普通乘客来说，第一反应却未必是轻松，很多人反而更容易犹豫。因为以前你在环线上判断方向，多少还能依赖终点站概念。现在闭环之后，列车理论上可以一直绕行，乘客在站台上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很直观的起点和终点，而是一条会回到原点的圈。你赶时间的时候，最怕的就是这种多想一步的场景。尤其像璧山、石龙岗、巴耶利居这种换乘量本来就高的站点，早高峰人一多，判断时间会更短。你只要迟疑几秒，可能就错过一班车。前段时间，本地媒体和社交平台上已经有不少讨论，很多上班族担心的不是不会坐，而是赶时间时会坐反。这个担心很现实，因为在新加坡，通勤误差往往不是十几分钟那么简单，它会连着影响打卡、接送孩子、会议安排，甚至一天的工作节奏。LTA 这次没有等到正式通车后再慢慢修，而是在通车前就开始调整站内信息，发布教学内容，重新解释怎么看方向。这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基础设施建成只是第一步，乘客能不能在第一天就顺利使用，才是第二步。真正拉开体验差距的，往往就是这第二步。为什么顺时针、逆时针这套说法会让很多人觉得别扭？问题不在词本身，问题在使用场景。地面道路可以讲东南西北，因为你看得到太阳、建筑、路口，方向感有参照物。地下空间不一样，你一进站，尤其到了不熟的站台，人的判断会立刻变成相对位置判断，而不是绝对方向判断。系统如果告诉你这边是顺时针，那你的大脑要先做几步运算。第一步，想起整张环线图；第二步，确认自己现在在圆环的哪个位置；第三步，推算目标站是在顺时针那边还是逆时针那边；第四步，再决定走哪一个站台。你会发现，这不是一个自然反应，这是一个小型心算过程。赶时间的时候，最容易在这里出错。目的地导向就不一样了，比如屏幕直接告诉你，这班车经由巴耶利或者经由波纳维斯达，那你脑子里只需要做一件事，我要去的地方会不会经过这个大站？如果会，就上车；不会，就去对面。信息链一下就缩短了。它不是要求乘客理解整个圆环，而是只要求乘客识别几个关键节点。这个设计更符合大部分人的真实使用习惯，因为多数乘客并不是每天研究线路图，他们记住的往往是几个换乘大站，像石龙岗、璧山、荷兰村、波纳维斯达、巴耶利、滨海湾。只要导师系统围绕这些节点来组织信息，乘客就更容易判断。其实国际上也有类似经验，伦敦地铁的 Circle Line 长期就面对同样的问题。圆环线路在地图上看很优雅，但到了现场，乘客最需要的不是几何概念，而是可执行的方向提示。
所以成熟的做法通常都不是强调顺逆，而是强调列车会经过哪些关键站，是否通往你熟悉的换乘点。LTA 这次的调整，核心就是把认知负担从乘客身上拿下来。以前是乘客自己在脑中拼图，现在是系统替你把拼图先排好。你在站台看到的信息，直接就是决策信息，而不是原始信息。这里差别很大，原始信息是顺时针、逆时针，决策信息是这班车会不会经过我要去的方向。好的导视系统给你的应该永远是后者。说得更直接一点，真正高效的交通系统不是要求乘客变聪明，而是让普通人在最忙、最累、最赶时间的时候也不容易犯错。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只是改了几个字，很多人却会明显感觉更顺手。如果把视角拉高，这次导视调整反映了新加坡很典型的治理方式。大型基建耗时多年，但决定公众评价的往往是最后几秒钟的使用体验。LTA 在正式闭环前就根据外界反馈修正表达方式，做法非常务实。因为等到通车第一天再补救，混乱成本远高于提前说明。关键不在于有没有批评，而是能不能把批评转成可执行的微调。LTA 这次快速优化用户入口，本质上就是在做这个转化。对于工薪阶层来说，这种可预期很重要。一个愿意根据真实情况去修正细节的系统，带来的安全感往往比纸面上的宏大数字更强。这次调整看似小事，实际上说明新加坡的基建治理越来越重视最后1公里的体验。真正成熟的执行，就是看到人怎么用，再把系统往人的习惯上靠。再说更实际的一层，环线闭环不只是补齐地图，它真正改变的是全岛通勤版图。以前去市中心边缘，常被迫先挤进核心线路再换乘，这种结构性绕行让人觉得累。闭环后，全岛多了一条真正连续的横向分流通道。对于每天搭车的人，分流的价值很直接，路线选择更多，换乘压力下降，时间稳定性提高。这对租房和生活规划也会带来影响。以后找房不再只看南北线、东西线，靠近环线换乘站的区域，通勤性价比会更高。因为真正决定生活质量的不是直线距离，而是门到门时间。这次变化把原本偏向中心放射的通勤结构往更均衡的环状结构推了一步。对普通上班族来说，最后都会落到很具体的地方：早上少换一次，晚上少挤一段，租房多一个选项。公共交通真正有价值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是让地图更完整，而是把时间一点点还给人。所以这次环线闭环最值得看的，不只是工程完工，而是系统怎么把复杂线路变成普通人也能立刻用懂的东西。从顺逆时针改成经由哪些主要车站，这背后其实是很典型的新加坡式思路。先把基础设施建好，再把使用细节磨顺。对每天赶车的人来说，后面这一步往往更重要。7月12日之后，你自己的通勤路线会不会变？你会不会开始更多使用环线，少进市中心换乘？也欢迎你在评论区说说，你觉得现在新加坡哪一条线、哪一个站的指示系统还可以继续优化？如果你想继续看这种和新加坡政策、交通、日常生活直接相关的拆解内容，可以订阅频道。之后有新的本地政策变化，我会继续用最直接的方式帮你梳理清楚。